你已经控制不住你的恐惧喽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我吧，然后随诸君一起欢送我的名字。结合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离恶石像的诅咒也至少在我们个人层面姑且得到了控制。未曾谋面的树还剩2位，根据松雀的说法，世界的命运仍与他们息息相关。先找陈学姐汇报一下情况吧。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这还真是很有意思的展开呢。喂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可是差点就回不来了呢。那不会了，从小时候给你出体检报告起，我就知道你会有多大能耐。啊，那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兜尿布来着？别这样，陈学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吗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毕竟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危机需要解决嘛。所以关于那个老办法，让七术再次集结，复现100年前分隔世界的伟业，你们打算按什么顺序来执行呢？松雀，你看呢？问我吗？他当然要问你吧，你不也好歹算是七术之一，而且松雀的建议也一直都很有用嘛。被你们这么一说，咱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订正，松雀并没有不好意思。事实上，他很满足于被各位恭维的感觉。决姨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，而且因为说服其他树的行动可能异常艰难，此刻的松雀正在内心里打退堂鼓。如果各位不对他软硬兼施加以逼迫，他很可能不愿再回到廊丘，去面对可能与灯再度决一死战，或是被自己的师父严厉管教等等局面。喂，绝！咱就算有偷偷这么想过，你也不能就这样说给大家听吧？所以你的确这样想了？不是，没有。决议他只是因为过去经常和咱在一起，觉得咱有可能会这么想而已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算是让他上刀山下火海，他也抹不开面子自己跑路了。克拉丽，你真幽默。所以，如果归结一下我们将要面对的困难，无论是在图书馆的行差踏错，还是之前见到享乐之树时的惊鸿一瞥，至少对此刻的我们来说，树的力量，又或者说他们应用影子的独特方式，仍然是扑朔迷离。相比起来，之前多尼戈尔那种硬碰硬的风格，反倒更容易应付。你懂什么？一力降十会都没听说过吗？一点品味都没有。看来多尼戈尔的意见是，我们应该优先去叫醒松雀的师傅。如果你们能做到，那当然是好事一桩。啊，你们别这样呀！倒不是咱怕自己的师傅，是他老人家的情况。我来帮松雀解释吧。松雀的师傅乃是七术的根基，如果其余6术没有全部苏醒，他也无法将自身从天空的牢笼中解放，即使他并非所谓的囚徒。我听不懂这句话的逻辑。术的力量本非行善之用，即使七术曾经拯救了廊丘和欧夏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那种舍己为人的英雄。各位一路上应当已经发觉，术的力量大都相当危险。松雀或许是个例外，但这只因为他是欺瞒之术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本钱，他的力量可谓一文不值。决姨，咱怎么觉得您今天越来越和我过不去了呀？那你可就想多了，我只是毫无多余感情的弃用而已。言归正传，简单来说，松雀的师傅当年为自己立下了若干戒约，除非术的力量在廊丘失控，否则掌握最危险力量的他就不会醒来。
即使如今多尼戈尔已经掌握了讯死，而我也勉强能算作弃用，但如果各位无法唤醒享乐，那么一切都是空谈。无论是再次分隔世界，还是单纯寻求虚焰之术的帮助，你们都得在暂时无法与灯和解的情况下，先挑战享乐之术瑟利姆的假面回廊。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，在你告诉我们这些背景之后，我们的行动事实上别无选择。是的，我明白了。那么，寻梦者，你愿意再次带领大家唤醒一位树吗？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普通课题的难度。如果你感到难以胜任，我也可以和你交换，由你在后方做相对安全的支援工作。那倒不必吧。总觉得我还挺擅长做这些调查呢。看来是我多虑了呢。是啊，只要你有信心和毅力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那么，作为展开行动的第一步，寻梦者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和伙伴们一起重返廊丘，开展以享乐之术为目标的探索吧。我随时可以出发。大家呢？哎呀，不是那个，嗨，俗话说舍命陪君子。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咱和你们也算是老搭档了，哪还有不去的道理呢？那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吉人吉人自有天相。啊，对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